Hello，大家好，又见面了。相信这几周以来，很多人已经开始在使用 Open Cloud 了。我现在背景的这个龙虾的这个示意图，大概就像你们手中龙虾的样子。不论是透过它帮你开启专案，用它来帮你串接语音来当客服，或者是用它来帮你搜寻资料，总之你就已经把它变成你的行动秘书了。我相信大家基本上也授权很多权限给他，来完成很多事。不论你对他的效益觉得是好还是坏，总之他的确是在我们生活中起了很大的帮助。至于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也是大家使用龙虾后可能会有一些的这样的心得吧。因为龙虾使用久了，会有很多的包含日志啊、系统快取啊，或者是一些印象档，其实就不断的在堆积。其实，在堆积的过程中，也可能造成中间 token 的消耗数会变大，所以不时的大家也要来清理一下大家的龙虾。适逢农历春节前夕，我想说，就借着今天这样的企划，带大家来透过龙虾的清理术，不论是来清理龙虾本身的系统，或者是说透过一些授权的方式，让龙虾来帮你清理，包含你的 Gmail 啊，或者是你的云端，或者是一些 Markdown 的格式，你可以透过这么好的一个帮手来协助你来整理，或许说也可以好好的来至少基本的清理一下我们的系统环境。至于要怎么操作呢？就跟着影片看到最后吧。Let's go。首先教大家怎么样用最简单直觉的方法来替 Open Cloud 清扫瘦身。你就可以跟他说，想请你列出你的 OK， 打完以后就等于说是用自然的语言来跟他对话，然后他再去用他的逻辑来判断，并且是整理出来看看说有没有一些是大型的多余没有在用的套件组等等。OK， 所以他现在跑出来的结果包含他说系统资源总览嘛，包含对话记录主要哪一些使用中是我们目前的不可删除，今日稍早的以及过去的旧记录，体积如果没有很大的话，他基本上也会建议说保留。所以其实你看，你透过很自然的方式语言，你就可以跟他很顺畅的请他列出一些你觉得不必要的资料，或者是说你如果没办法判断，你可以再请他说是否能更加详细解说，看看他会不会给你更多更详细的资讯。而且我觉得透过这种不论是 Line 或是 Telegram 等等的这种聊天方式，你人即便在国外，有时候你待了比较久一点的时间，你随时又想要清理你的 Open Cloud， 你怕它资料一多会占你的 token， 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OK， 那经过一段时间后，你看他用更详细的一些话语来解析给你看。他说 Wilson 让我针对这些档案进行更详细的数位件式与解说，包含档案 A 它的建立时间、大小，以及它用什么模型，内容推测大概是2月初一次短暂的对话等等。他会建议你说是否要删除或保留，以及档案 B、档案 C， 最后他会给你一个总览，说删除多少的时间的旧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的数量还不多，所以这边看起来是蛮清楚的。但是如果你使用一久，比如说几个月以后，然后你又是使用的很勤快，然后量很大的话，到时候的资料量就很大。所以基本上我是蛮建议养成定时来做清理的。这样子的话，对你后续 token 以及整个在使用的顺畅度上，绝对都会有帮助的。所以他说是否同意执行删除旧档？操作1，我们就显示同意。其实我觉得用 Open Cloud 的好处之一就是很方便，你就是用很自然的语言，你看清理完成了，已完成删除旧的对话记录，但是在使用的同时也要非常小心，因为有时候 Open Cloud 它也蛮会自作主张的，就是这一段时间使用下来，所以你在删除的过程中，等于是你前面要先做好把关，然后随时都要来看看它中间有没有在乱搞，或者是说他自己有时候自作聪明的地方。所以他现在说已成功删除旧的档案等等，系统空间已释放，是否需要整理其他的部分，就看
有没有其他的需求。不同于一般的大语言模型 ，OpenCloud 这只龙虾就不一样了，它还可以替你去做。所以在它自己清洁完自己以后，如果你周边有一些环境，你也希望借由这个大扫除的过程中，你去整理、去清理，其实也可以透过龙虾来帮你完成的。至于要怎么做，你就需要透过 Skill 技能包。我们就以许多人在使用的 Google 的环境，包含 Gmail、包含 Google Drive 等等这些地方的话，其实有时候大家使用久了，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哪一个 mail 在哪里找不到，或者是说有一些重复的 mail 类型很乱，繁杂程度真的是很难以想象的。所以今天我也想借着这样子的方式，透过龙虾来去进行相关的整理以及去清理。至于详细的步骤，我也会把流程放在 LINE 的群组里面，也欢迎大家进来看。其实安装技能包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直接在不论是 LINE 或是 Telegram 里面/skill，它就会像这个对话框中这样列出它目前主要的一些技能包。因为现在很多骇客有时候他会自己把一些恶意程式混杂在技能包里面，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下载技能包，最好是从这个 Cloud Hub， 就是他们官方里面所释出的，会比较安全。至于这里我们要找哪一个技能包呢？是找 GOG 管理这个 GOG 管理，它主要可以管理 Google、Gmail， 还有 Calendar 日历、Drive 云端以及一些试算表等等。下载的话，就是你直接其实用简单的自然语言也可以说，请帮我下载 GOG Skill。那这边就等它回复。下载好以后，这里有显示它的核心功能，包含电子邮件、日历、云端硬碟、联络人以及文件与试算表。我们就先来看电子邮件，它可以依关键字、寄件者、日期区间来搜寻。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 email 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的促销信件啊、广告啊，或者是说一些电子报，其实在你们累积久了以后，都是蛮大的空间的。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功能，比方说你打某某电子报，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你快速的看说哪一些是你要的，哪一些是你不要的。云端呢，有时候放久了以后，你会发现有这个资料夹底下又有另外一个资料夹，所以也造成很多空间的浪费。名单导出的话，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联络人里面，怎么同样的联络人，他可能一个是他的英文名字，一个是他的中文名字，但是同样的都在你的通讯录里面，所以也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来整理。最后来看文件与试算表，其实也是一样。你有时候一个试算表，你可能透过搬移啊、复制啊，它也在你的云端里面，其实也是占了很多空间。然后我这边说再打一次，这个 OpenCloud 可爱的地方，他会觉得说你要他再打一次，是不是？你觉得他刚刚讲的，要么就是太多，要么就是不够。所以在刚那样的状况下，他现在就是用比较简短的方式来回复，就很明显嘛。你看上面这样子跟底下这样的差异，但基本上都是在讲同样的东西。然后记得安装好技能包以后，你还要把你 Google 的授权要给他，所以这相关的流程我也会一起放在我的社群记事本里面。因为我已经设定好这个 GOG 的条件了，所以基本上我现在就可以直接用它来调用我的一些 Gmail 或者是 Google 云端等等，因为我已经有授权给他了。所以我现在就请 OpenCloud， 我打一些指令，看看它有没有办法做到。比方说，请帮我列出 Gmail 近1个月电子报，并根据重要性决定要保留或删除。看看 OpenCloud 会不会帮我条列式的整理出这些电子报，并且也根据他们的权重给他们标签是要保留或者是删除，就让它跑。OK，OpenCloud 帮我根据我刚的需求指令，它也跑出来了。底下的处理报告它有显示保留跟删除的，但大家一定会好奇说，不是请他把近1个月电子报列出来吗？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我 Telegram 上？其实我自己是有做了一个 dashboard， 一个仪表板，它可以帮我整理出 Gmail 云端硬碟，或者是说日历以及一些系统的档案。
把我整理出来的东西呈现在上面，这样让这些资讯会更加的视觉化。所以我在这里打开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我做的万能龙虾特助。我就把 Gmail、云端硬碟以及 Google 的行程、核心记忆库、Node 的资产，以及中间跑了一些日志等等。我如果在 Telegram 那边下资讯的话，它就会同步到我这个万能龙虾特助上面。所以刚刚请他帮我把近1个月的电子报列出来，在 Gmail 这栏里它就显示在这里，而且它有根据他对我的了解以及我过去可能在他的 memory 里面所保留的记忆，他会觉得哪一些是我需要保留的以及删除的，并给予建议。我再根据这些建议来看，说我是不是要保留或删除。所以这样其实节省了我很多要一来一往去找寻搜索的时间，是很方便的。其他像云端硬碟或行程优化以及核心记忆库或是 Node 资产等等，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直接透过你跟 Telegram 或者是 Line 的对话方式。那当然，因为我多加了一个这个仪表板，就会让我们这样一来一往的资讯会更加的透明，并且是可视化。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在管理上也会更加的方便。我这里还设计了一键全面扫描，点一下就让系统跑，系统就会把这些相关里面的一些资料，他觉得目前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当然就是根据你的需求，然后把资料跑出来。所以目前我核心记忆库是 Memory、Short Logs、Node， 就是这个一个模组，然后中间跑了一些日志等等，然后它会看是否有删除建议，目前无安全威胁，系统极度干净，所以我也写了一个这样的仪表，我觉得对于我整个在龙虾在管理这些 Google 相关的系统环境上有了很大的帮助。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做仪表板的话，其实你直接在 Telegram 或者是 Line 的视窗里，你直接跟 OpenCloud 请它列出来也可以。所以我在请它列出来近1个月电子报，并根据重要性决定要保留或删除，我一样把它打出来，并且我跟他说，请列出于此视窗中，明确的把指令跟他说。所以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他应该就会把那些电子报，并且他是否要保留或者是删除的建议就直接列在底下，我们就让他来跑一下。你看，跟他明确的说完指令以后，他就把一些电子报的资讯就直接列在这视窗里面了，包含哪一些要保留，哪一些要删除，以及它的一些分类逻辑。我觉得就不论你是用仪表自己做个仪表板，或者是说你直接在视窗里，都是很方便的。视窗的上基本上又更方便嘛，你也不用另外花时间去做仪表板。所以 OpenCloud 连接这个 GOG 的这样的模组，我觉得是既方便又非常的有效率。不知道大家看完以上的这些介绍以后，对于 OpenCloud 可以来整理你周遭的一些系统环境有什么想法？欢迎大家在 YouTube 底下的留言区留言，或者是到我们的 Line 社群里面跟其他的人来分享。OK， 以上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马上有钱！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拜拜。